朋友们，你玩游戏氪过金吗？我想大部分的玩家多多少少都氪过，无非是氪得多跟氪得少的区别。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那些游戏厂商为了引诱我们氪金，开发了哪些骚套路。第一个，6元首充，简直是国产手游里边的标配了。这个它其实就是利用了心理学里边的一个叫做门槛效应的东西，也就是如果我们直接提出来一个高层次的需求，大家往往难以接受。但如果说我们是从低层次开始，慢慢往上加，反而就比较容易接受了。就相当于我如果直接给大家要3连，大家呢可能就不会同意。但是如果说我只要一个点赞就行了，可能就比较容易接受了。意思呢，就是在玩家心里慢慢的破开一条口子，从微氪变成小氪，小氪变成中氪，中氪变成大氪，就像这个潘多拉魔盒一样，一旦打开就收不回去了，一步一步的引导玩家走向罪恶的深渊。此外呢，门槛效应往往呢还会跟几轮效应相互配合，人呐一旦接受了自己的消费习惯，就很难回到之前那个水平了。用我们的俗话就是说，从俭入奢易，从奢入俭难。我买了一个漂亮的皮肤，我就很难接受那个没有皮肤时候的我。我一旦有了强力的装备，我就很难想象之前过的那些都是什么苦日子呀。比如说游戏里边的各种等级礼包啊、材料礼包、体力礼包，先从这个等级低的金额开始，然后越提越高，不断的刺激玩家的阀值。还有一个呢是目标效应，人一旦有了目标，往往会产生巨大的动力。比如说成就系统、每周奖励、段位系统，甚至是抽卡保底。比如说我现在还有7抽，那我就少氪一点，凑个10抽得了。我还差10抽大保底了，那就氪一下吧。这没完了吗你？还有一点呢，就是稀缺效应，限时礼包、限时打折、限时皮肤，那个倒计时一直在那儿减，对于玩家的心理冲击非常大，大家就会觉得我买不到，那我就亏了，钱还可以再赚，但是这个角色一旦错过了，那就没有了。这种害怕失去的心态，在心理学呢还有一种说法叫做损失厌恶，损失一件东西带来的负面情绪，往往呢会比你得到一件东西带来的正面情绪还要高。比如说通行证，我个人认为就是极大的利用了这个心理，你的等级越高，错过的东西越多，想得到那你就氪吧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花了这些钱，顶得到多少这些奖励啊？最后一点呢，就是攀比心理，不用多说了，各大 MMO 或者是 PVP 数值游戏的常客了，排行榜啊、战力啊，只要有人的地方，它就有攀比。少年，你想变强吗？先充8万。你抢 Q 币吗？也就是利用玩家的虚荣心。之前呢，常见于各种网游，但是现在很多没有 PVP 的，甚至是单机游戏里边，也都出现这种情况。虚无 PVP、社区 PVP，不如。反正一句话，玩游不混圈，快乐似神仙。那么以上呢，就是商家比较常见的一些引诱玩家氪金的套路。当然这里我也不是说玩游戏就不能氪金，大家呢在自己的这个消费能力之内氪一些金，能给自己得到快乐，也是可以氪的。但是很多的学生党没有消费能力的，我想你们氪金的时候能思考一下，是不是在你承受范围之内，是不是掉到了商家的陷阱里。哪怕你打开购物软件，你看看心爱的一双鞋子、电子产品或者说衣服，他们多少钱？当你看完之后，你再想想，你还有没有这个氪金的欲望？玩游戏咱们一定要理性消费，千万不要让人牵着鼻子走。